九层塔长不大，叶子越来越小，香气越来越淡，这好像是90%的花友必修的课程。特别是夏末秋初这个季节，80%的人明明照顾得很勤快，却发现它不仅不长大，还一天天老化，枝条抽得细长，叶片小得可怜，甚至一碰就掉。更让人心塞的是，曾经一捏满手香的九层塔，香气慢慢变得淡如草，炒菜时完全不能添香了。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不需要昂贵的肥料或复杂的养护方法。一种常见的垃圾就是处方对症药，那就是咖啡渣，它能帮你让九层塔重生大叶，香气四起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一下咖啡渣养护九层塔。1. 咖啡渣正确使用方法。咖啡渣并非天生就是九层塔的解药。刚从咖啡机取出的潮湿残渣，如果直接混入土壤，相当于为九层塔埋下致命陷阱。因为未发酵的咖啡渣会在分解过程中产生高温，直接使用的话，幼嫩的根系如同被沸水浇灌一样难受，而它包含的油脂包裹土壤会形成板结层，一旦浇水，土壤会硬如水泥块。更危险的是，潮湿环境会滋生黑曲霉菌，让叶片染上白粉病的概率激增3倍。但让杀手蜕变为救星的关键，只需要7天的蜕变。取500克咖啡渣与250毫升清水混合，撒入50克柑橘皮碎中和酸味，装入留有空隙的容器，置于阴凉处。每日开盖放气，反复大概7天，咖啡渣会逐渐褪去刺鼻的酸涩，散发出湿润森林般的泥土清香，便是成功的时刻。另一种守护九层塔的方式是把咖啡渣完全晒干。虽不需发酵，却需经历3天彻底脱水，用指尖轻捻就会碎成细粉，就是合格的标志。这些干燥的颗粒如同天然的微缩盾牌，均匀铺在土表0.5厘米厚，暴雨时能吸收3倍自重的水分，防止烂根；烈日下则形成隔热层，使地表降温8摄氏度。更精妙的是缓释的效果，每次浇水时释放出0.3%的氮素，就如同为九层塔戴上了营养滴灌项链。咖啡渣是个宝，那么你以前用过咖啡渣养花吗？用过的请回复1，还没有使用过的请回复0。2. 对症下药，解决九层塔的病症。当你发现九层塔的叶片失去了鲜活的翡翠绿，逐渐变得萎黄，叶脉也泛着苍白的话，这是九层塔在用最后的力气发出缺氮的求救信号。此刻取50克发酵成熟的咖啡渣，在温水中轻轻搅动成琥珀色的溶液，沿着盆壁缓缓注入土壤深处。浇水时需绕过娇嫩的茎基，避开出绽的花苞，让养分如溪流般渗透到饥饿的根须之间。3天后，你将见证生命的奇迹。那些枯黄的叶片虽不会返青，但叶脉会重新隆起清脆的脉络，如同沉睡的血管被重新注满生机，而叶叶处钻出的新芽会慢慢长成肥厚的嫩叶，叶面油亮像镜子。不过园艺之道贵在分寸，每周1次的频率刚刚好，若贪心加倍浇灌，新叶便会徒长成单薄的绿脂，香气也会消失。除了能解决刚刚说的问题外，还能解决永远停留在15厘米的侏儒九层塔的问题。取腐熟的咖啡渣3成，与蓬松的腐叶土3成，细腻的原土4成混合，在换盆时于底部10厘米处埋入这棕黑色的宝藏，那里将形成隐秘的氮元素仓库，如同在根系下方铺设了持续功能的电池。土表再轻撒1层咖啡渣粉末，宛如为大地盖上透气的绒毯。短短10日，你会看见侧枝如绿箭般从叶叶迸发。30天后，植株将突破35厘米的关爱，叶片舒展如婴儿手掌。最动人的是采摘时刻，指尖掐下肥厚的叶柄时，淡金色的精油立即渗出，在阳光下折射出细小的虹彩，空气里倏然漾开令人心醉的馨香。不仅如此，虫害来袭时，咖啡渣又化身温柔的卫士。当蚜虫如绿雹般覆满叶背，粉芥在茎秆上筑起棉絮般的巢穴，只需取彻底晒干的咖啡渣碾作细粉，在土壤表面均匀铺设半厘米的棕褐色结界。咖啡因渗入害虫的神经，令其癫狂抽搐，细小的渣粒卡住蚜虫的刺吸式口气，如同给吸血鬼塞入了蒜瓣。那些尚未孵化的虫卵更可怜，咖啡粉末堵塞了它们的呼吸孔，未及见天日便窒息在襁褓中。
实验室的记录仪显示，12小时内蚜虫军团溃败率高达90%，却不会误伤巡逻的瓢虫与采蜜的蜂蝶。然而，自然法则永远容不得贪婪。我曾见心急的花友将咖啡渣浇灌给刚破土的3叶幼苗，3天后幼根竟如煮熟的粉丝般绵软。也有北阳台的种植者把渣土堆在铁线莲根部，1月后整株枯黄如焚尽的纸钱。切记4片针叶才是安全线，幼苗只配享用稀释100倍的咖啡清露。洗剪的植物更要远避此物，若误用，需速以草木灰中和。至于密闭阳台里果蝇为患的烦恼，不妨在咖啡渣中拌入碾碎的薄荷叶，让清凉的香气筑起空中屏障。Horticulture 期刊的实验揭示，科学使用咖啡渣可使9层塔增产近1/4。而真正的园艺大师更懂得以自然豢养自然。待植株亭亭如盖时，用咖啡浸出液混合香蕉皮熬煮的金汤，佐以微量蛋壳粉，在晨露未干时喷洒叶面。如此滋养的叶片会生成天鹅绒般的质感，香气层次愈发深邃。前调是柠檬薄荷的清新，中调泛起肉豆蔻的暖意，尾韵萦绕着松木的沉稳。你养护的9层塔有遇到过上述问题吗？你又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？欢迎评论区分享，帮助更多的花友。3. 咖啡渣为什么起作用？咖啡渣能帮9层塔恢复活力，是因为它富含氮、钾、镁等营养成分。氮元素能促进叶片快速生长，让叶子宽大浓绿；钾能增强抗逆性，防止高温或温差导致的萎蔫；镁则是叶绿素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让叶子颜色更深，光合作用更旺盛。咖啡渣的颗粒还能改善土壤结构，让根系有更多的空气流通空间，吸收能力提升。而且它的气味对一些虫子有天然驱避作用，减少蚜虫、红蜘蛛的困扰。和化肥相比，咖啡渣温和，不容易烧根，还能循环利用，是非常适合家养9层塔的平价肥料。不过要记住，咖啡渣再好也不能天天用，尤其是新手，宁可少一些，也不要一次给太多。咖啡店的后巷里，常有人提着布袋收集咖啡残渣，这些曾被视作废物的黑色粉末，经过7天发酵蜕变，最终在窗台的种植盆里转化为苍翠欲滴的9层塔。采摘时掐下肥厚的叶片，叶柄处会立即萌发双倍的新芽，这就是咖啡渣创造的永动机奇迹。当咖啡香与罗勒香在空气中交织，我们见证的不仅是植物重生的故事，更是对自然循环的深刻理解。那些在晨光中舒展的绿叶，每一片都在诉说，真正的生机永远蕴藏在被忽视的日常之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